這牛肉肉質真的是蠻軟嫩的，不會太乾，也不會太油，剛好有肉汁跟嚼感，搭配着黑胡醬，每一口都有不同的層次，帶點微辣刺激，相當的濃郁，伴隨着濃濃的奶油香氣，整個感覺是相當的舒暢的。只是說呢，你會有一種好像在吃排的錯覺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 Miss， 我是你們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特地來個傳說中的公牛隊牛排館，沒錯，就是那一家名字跟 NBA 球隊一樣有氣勢的。但實際上呢，是非常平易近人的牛排館。說到公牛隊呢，你們一定想到喬丹、巴利克、3連霸王朝。但今天呢，我們不是來打球的，我們是來純粹吃肉的。那我們今天點的是沙朗牛排，560元，用餐時間為120分鐘。那現场自助吧看起來是相当的豐盛哦。等一下我们就来吃看看，看能不能跟我家牛排平起平坐呢？在正面開始之前呢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一進來這個氣氛啊，是相當美式的感覺，有各種各樣的霓虹燈以及非常豐盛的自助吧餐台。那我們今天點的是沙朗牛排，560元。我們剛到那自助吧，拿了一些沙拉、海鮮以及一些炸類熱炒。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先來享用它的沙拉。沙拉的每个口感都相当的脆甜的，再加上美乃滋甜点，更有一番的風味。自助吧餐台的熱炒看起來是相當豐盛，那我們來嘗看看龍鬚菜。翠綠的龍鬚菜吃起來是相當的脆口，有嚼勁，伴隨而來是非常濃厚的蒜香味。歐文超喜歡這種感覺，鍋氣滿滿的感覺，真的超棒。熱炒茄子。軟嫩帶點本身的甜味，稍清淡的一些玉米鬚炒中卷，胡椒香氣是有的，但它的口感不是我們既定印象的 Q 彈感，是帶點軟嫩的口感稍多。可愛的薯球也要吃一口。第一次看到方形的可樂餅，外表炸得鹹香酥脆，帶着非常香濃的奶油味，能 Q 的鳳爪也不能錯過吧。最後我們用多軟的喜香粉做結尾，海鮮冷盤的魷魚看起來相當有嚼勁，我們嘗口看看。軟嫩的口感帶着一絲的 Q 彈，上面再給它佐上芥末醬，更添加了多層次的風味。旁邊的扇貝看起來是相當有味道。最後經典的白蝦也要給它嘗上一隻。最喜歡這一種用水直接汆燙過的白蝦，帶着本身極度鮮甜的質感。朋友，接下來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了，沙朗牛排。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它的味道如何吧。入口的牛肉香氣是蠻濃厚的，口感是偏向軟嫩，帶點黑板的焦香，伴隨着淡淡的奶油香味。最後一口，嗨，朋友，那我們排場就吃完嘍。整體上而言，口感是相當不錯的，軟嫩中帶點口感，伴隨着濃濃的奶油香氣，整個感覺是相當的舒暢的。只是說呢，你會有一種好像在吃排的錯覺，但它的口感比口感還要好了一些。那我們就再去吃自助吧吧。沒有，我們這輪就把自助吧剩下的熟食都拿回來嘍。有3種壽司、鮮蝦、蟹味棒、蒲燒麥，還有一些冷盤涼菜跟熱炒類。那我們開始享用吧。白細細的豬脆腸也來吃看看。口感相當的突出，但味道是平凡無奇的，沒什麼味道。但在細細咀嚼之後呢，淡淡的鹹味以及甜味會慢慢的擴散出來，其實還蠻香的。接下來是模仿海蜇絲的蟹味棒絲。味道就跟海蜇絲一模一樣，麻油的香氣帶點甜味，但口感上的脆口度是不及海蜇絲的一半。旁邊的黑眼豆豆看起來相當可愛。再來是表面非常多纖毛的秋葵，那種黏糊糊的口感，你就知道這個非常的顧味，不只帶給你黏糊糊軟嫩的口感，還是相當的脆甜的。紅色系翠綠的小樹也嘗上一口。
花椰菜的脆爽度是有的，熱愛壽司的歐文自然也不會放過它。鮮蝦握壽司嘗上一口，薄脆帶點 Q 彈的鮮蝦，同時跟醋飯酸甜的滋味融合在一起，最後再抹上一層芥末醬，層次是相當的豐富。橘紅非常大尾的蟹味棒也不能錯過。這裡還有蒲燒鰻的品項。除了鮮蝦脆甜之外，蒲燒鰻甜甜綿綿的滋味，帶點魚肉的鮮甜，歐文更加喜愛一點。旁邊的豆皮握壽司還有龍蝦沙拉的口味，本身就非常香甜的豆皮握壽司，再抹上龍蝦沙拉，甜味是更加的濃厚。旁邊的鮪魚看起來是相當夠味，加上龍蝦沙拉，歐文更喜歡鮪魚的口味，在香甜的基礎之下，添增了一些鹹香的風味，更加的平衡了。脆口的黑木耳看起來是香氣十足。這裡還有單片的蒲燒鰻，喜歡蒲燒鰻的歐文自然也不會放過它。香甜的蒲燒鰻之後，來一個非常有口感的杏鮑菇。杏鮑菇口感是相當好的，它有植物界的松板肉支撐，薄脆香甜的豬耳朵看起來是相當誘人，帶着香濃薄脆的質地，再抹上淡淡的煙燻香味，整個口感真是相當美味。朋友，我們所有的熟食都吃完嘍，最喜歡自然還是喜歡蒲燒鰻，香甜又綿密，帶點鮮味的魚肉，伴隨着香甜的醋飯，整個融合在一起是相當的平衡的。那接下來我們再去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嘍。朋友，我們這裡拿了3種湯品，有牛肉湯、玉米濃湯以及關東煮。現在講用牛肉湯，裡面真的是有牛肉。牛肉是蠻厚實的，帶有點嚼勁，不會說是很軟嫩的那種口感。那香氣是相當的濃厚。豆腐吸滿了牛肉湯汁，整個下去口感真是滿滿。旁邊的豆皮我估計也是相當的多汁。清甜的關東煮，先嘗口蘿蔔。蘿蔔口感不是純粹軟嫩綿密，還帶點脆度，非常大顆的丸子，肉感可謂相當的誘人。味道是相當濃厚的甜不辣香氣，帶點自然的甜味。最後來用香濃的玉米濃湯來做收尾。雖然玉米濃湯呢是相當濃厚，但個人還是更喜歡它的牛肉湯一點，帶有牛肉、豆腐以及紅蘿蔔，充滿了香甜的湯汁，各種口感的加分，更上一層樓。接下來我們來吃水果吧。那我們熟食都吃完了，那我們就來吃個水果以及甜點。那我們現在想要水果，香甜的香蕉自然也要來上一根。鳳梨的酸甜也是相對迷人的。說到酸甜，青蘋果的酸甜也不會輸吧。紅蘋果的香甜，歐文更喜愛這種帶點酸味的青蘋果，更加對味。紅心芭樂看起來是相當可口，富有極度水感的梨子自然也不會錯過。薄脆的香瓜看起來是有夠香甜。輕巧可愛的番茄來上一口，酸香的葡萄柚看起來是相當誘人的。除了酸香，同時還補上一點苦澀的味道，隨即用香甜的橙子給它平衡一下。香濃的 papaya 也不能錯過吧。在入口的同時，真想再來一瓶牛奶。品相豐富又香甜的水果之後，甜點自然也不能錯過它。先用泡芙開啟甜點的人生。外皮的口感不是酥脆的那一種，是更加貼近軟嫩的口感，同時伴隨着濃濃的鮮奶油，味道是相當的美味。台式馬卡龍看起來是相當可口。口感更偏向於麵包的軟嫩綿密，帶點香甜的滋味，真的是濃濃的台灣味。看起來相當清爽的可頌，味道不知道如何。
酥脆千層的口感，帶點鹹鹹的香氣。如果再用烤箱烤過，口感是更加了得。可愛的蛋糕自然也不能錯過吧。芋泥風味的，我們也給它試看看。紅豆抹茶的看起來更加誘人，非常濃郁絲滑的鮮奶油，伴隨着各種風味，在麵包跟奶油相對一半的比例之下，是更加的滑順的。最後，我們用香濃的冰淇淋做收尾。朋友們，那我們今天全品项都把它吃完嘍。先說第一口，這牛肉肉質真的是蠻軟嫩的，不會太乾，也不會太油，剛好有肉汁跟嚼感。搭配的黑胡醬，每一口都有不同的層次，帶點微辣刺激，相當的濃郁。沙拉吧裡的蔬菜呢，也是非常的新鮮。甜點部分就稍微一般般啦。那牛排風采呢，真是令人滿意的結尾啦。好啦，那我們影片呢就到這邊嘍。如果喜歡影片呢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。也歡迎你跟我說你最喜歡哪一道，或者是想看歐文挑戰哪一家餐廳，歐文都吃給你看哦。我是懂密斯歐文，吃貨永遠不會到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們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